面对父母的质问，废宅少年淡然一笑，很简单，我成尼特不就是了。日本的尼特族可能是当代最为有名的废宅群体了。事情变得这么糟糕，通常会被归因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但事到如今，有过类似泡沫破裂、年轻人生活难度陡增这种环境的国家也不少了。日本依然是这个问题的佼佼者，这就让日本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泡沫经济破裂它只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传统家庭教育。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前几年日本流行过的话题，废宅的原生家庭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大家总结的最典型的废宅的原生家庭，就是总是把孩子当婴儿对待，但是又只知道政论的过度保护型的母亲，以及沉默寡言完全不关心孩子成长却又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这种组合堪称是最容易培养出家里蹲的典型，凡事都听从父母的意见，久而久之，孩子在做任何决定前都要事先想想家长会怎么看。最糟糕的是会因为害怕父母的反对而渐渐失去了行动力。一般来说，青少年应该在小中高各个阶段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爱好，比如唱歌、跳舞、rap、篮球等等。但是被剥夺了自主意识的孩子，最后连发型、穿着这些改变自己外貌的欲望都没了。那么典型的家里蹲就会这样诞生。这样的家庭通常都会热衷于要求小孩和别人家的小孩对比，对于进入好学校、进入公务员团队这些有异常的执着要求，又对游戏、运动这些有异常的壁垒。比如很多冰河期时代的尼特族回忆说，自己小时候父母不给自己买游戏机，导致自己总是无法融入朋友们的话题。有些甚至说自己为此在没有游戏的情况下偷偷买了流行游戏的攻略本，才能勉强的加入同学们的小团体。但是被发现之后，还是会被家长斥责，甚至扣零花钱。当时虽然已经是平成中期了，但是父母那一代依然是昭和文化，政论中会认为游戏玩的就是伤害 NPC， 会培养暴力。我的小学老师总喜欢说，游戏是日本人发明出来荼毒中国青少年的阴谋。不知道这些和他同一代的日本人是不是也会说中国小孩都不打游戏的？当然，聪明的父母只是嘴上迎合政论，实际上还是知道真正对孩子的利弊在哪里。即使游戏真的培养了暴力，那也比让孩子养成孤僻的习惯或者压抑欲望好得多吧。而当时的日本文化，过度保护的父母恰好在各方面都站在了小孩社交的对立面。当时日本少年们流行的运动是足球，无论是Jump还是Sunday，都在暗推痛快战斗和带有擦边裸露画面的漫画，这些都容易被没有自我主见的家长认为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但是对于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的长期限制，显然在合理的亲子关系中是过于越权的。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会逐渐失去自立性和判断力，最终沦为家长手中的遥控玩具。如果这么基础的作为人的活动都要父母来插手，孩子自然会压抑自己的意见，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行动了。这些废宅们童年时期本想玩的游戏、想要加入的社团、想要的朋友关系等等，全部都必须忍耐和放弃，因此逐渐养成了做什么都没用、说什么也没用的消极心态，变成了毫无行动力的人。由于流行的娱乐活动被限制，无法与朋友们拥有共同的话题或者共同的游戏，这便是走上社交障碍这一荆棘之路的第一步。另外，过度保护的家长会在孩子面前批评和夸奖孩子的大多数朋友，导致孩子在与人交往时好恶过于明显，难以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那如果只是少年时代如此的话，那么可能会养成小孩扭曲的性格，但是对于生活能力和做人能力的影响还能挽回，至少青年时期矫正的话，还能回到社会人的底线之上吧。然而这些日本废宅们的青年时代也还在继续类似的遭遇，主要会体现在人生选择上面。这时候糟糕的昭和父母有两个典型的糟糕过分干预，一个是对于学业，一个是对于打扮。有不少废柴回忆自己人生下行的起点时，选了没有考上好中学，而其原因之一就是父母逼迫孩子填选了超过他们成绩的志愿高中。这种父母的过度干涉是昭和时代常见的父母希望利用孩子的人生来弥补自己曾经失败留下的遗憾。其实孩子只是父母人生中的第二次角色扮演，也有说被强迫送去体育学校的。当然升学这种过度干预过分了，但是在昭和时代，孩子为了弥补父母的遗憾而向某种职业培养，这种并不罕见。
当然，成功了自然皆大欢喜，不过人生的遗憾哪有那么容易？能被子女弥补的也是极小概率。那些成绩平均水平、家境也平均水平，本应该读一个正常的国公立中学，却被父母强行填报了顶端中学的小孩，最后没能考上的话，就只能入读糟糕的私立中学了。不仅自己不服，也和学校的环境格格不入，然后开始走上了成为废宅的道路。另一个青年时期的平成废宅生存法是昭和父母对他们打扮的干预。你看，你只要一想到废宅，脑袋里会出现的服装风格和发型都只有少少的几种，对吧？平成废宅们度过了过度保护的童年时期，到了升入中学时，已经对于一切事情都感到麻木和放弃了。从发型、服装到首饰、背包，一切外表相关的东西都顺从了父母的决定。当然，其实昭和父母们并不真的关心孩子的这些，他们只会在发生变化时给压力。所以废宅长大了，也还是那几套废宅风格的打扮。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当然要开始注重外表和穿着打扮，但是遇到过度干涉的父母，那就是折磨了。只要稍微想改变自己的形象，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嘲笑与调侃，甚至连孩子最不想让父母知道的异性交往问题，也会被父母毫无顾忌的追问。即使是到了初中，废宅少年想要什么东西，还是可能因为家里不允许而作罢。做事情要征求父母的同意，一直压抑自己的想法，偶尔稍微注重一下外表，就会被家人嘲笑，在亲戚面前被当成笑话的素材。正常人本应该在中学时代通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试错，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和交往对象的类型。但是这些废柴生成器家庭的孩子们，每当想要踏出新的一步时，总会在父母不知隐私为何物的评论中感到羞耻，久而久之便放弃了改变自己外貌和追求异性的想法。于是一个毫不注重形象的量产型家里蹲（安心与信赖的全流程日本本土制造）就此诞生。当然不止这两件事，事实上到了初高中阶段依然被父母过度干预的孩子，除非是将来的人生有大机缘，否则就是买了一张通往废宅的新干线特快车票。总之如此一来，废宅少年失去了一切勇气，对于一切改变充满恐惧。进入高中之后，他们已经长达10几年持续着同一个不需要任何打理的发型，身上的衣服都是顺手买的快消品牌的廉价无个性服装，丧失了与朋友的共同话题，丧失了与异性共处的能力，也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在他们过去的10几年生活中，也没有参与任何激烈运动或者真正竞争的经验。人生中唯一学到的是自己获得利益的方式只有服从和欺骗。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高中升学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孤立状态。短时间之后，学校里就没有人主动和他们搭话了，他也不会主动跟别人交流，每天只是机械的去学校，然后机械的回家。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无止境的刷视频网站和各种部落格。而且即使是在网络上，也很容易赞成极端管理，反对提升自主性，在网络互动上也不被待见，不能交到朋友。据说这就是御宅族最终能够夺回人权，而尼特族不能的原因。因为御宅族终究只是爱好和性格与大众不同，久而久之会有自己的圈子，在陌生人环境中也不会对他人有明显的不利影响。而尼特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除了尼特生活方式这个共同点之外，尼特族之间的价值观差别也很大，即使是在网络上，也会是搬运大粪一类的人设而被其他人讨厌，所以尼特族一直都孑然一身。由于长期被过度干涉，废柴少年变得极端害怕失败，以至于彻底丧失了动力和目标，选择了毫无目标的校园生活。而日本高中的学校教育会变得更加重视自主性，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的目标上，因此课程会比国中小学少得多。事到如今，面对一个毫无动力、不断的迟到和旷课的孩子，废宅的父母往往也是束手无策，距离成为真正的终身废宅只差最后一个契机了。这个契机就是高中毕业。就和公司里领导越是无能，越会要求员工尽可能的多写工作内容汇报一样，其实过分干涉的父母通常身为人的能力都比较差。在过去每件事都要插手干涉的父母，一旦面临真正能改变孩子人生的重大决定，往往又会突然胆怯起来，以一句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彻底放弃难题。
更有甚者，直接变成了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来撇清责任，把过去施加的错误管制说成是废宅小孩自己约束自己。就像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几次错误的军管之后，总是说人们轻信了鼓动，而自己在家里谨慎生活。高中毕业阶段，废宅少年的家庭中就容易因此而争吵，突然失去了父母的想法这个人生指南针般的存在，废宅小孩便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下去了，于是最终继续废宅下去。但是为了给不进入社会找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废宅少年还是要选一个野鸡大学入读的。不过即使是野鸡大学，要获得学分也有基础的要求。日本的野鸡大学中还真有一部分留级和退学的学生，尼特族越多的学校越是如此。尤其是学校就职数据不好的话，废宅们就更没有翘课的心理负担了。等大学毕业之后，继续升学无望，也找不到工作，人生没有下一步了。面对父母的质问，废宅少年淡然一笑，很简单，我成吉特不就是了。说完，废宅少年作为社会人的真实修为终于不再隐藏，喷涌而出。小学程度，一瞬间家里再次寂静，只见废宅少年低声吟道：早睡已知世事艰 ，F-Ran 辍学回单间，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说完，关上房门，一个彻底的日本尼特废宅就此诞生。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